Hello，各位，今天终于到了每年那个时刻了。现在我要前往麦当劳 Apple Store 去购买苹果最新的产品。当然，现在时间是不好意思，我的 Apple Watch 没有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购买的就是最新款的 Apple Watch Series 4。我对 Series 4还是比较感兴趣，其他的 iPhone XS Max。名字真长，这个我就不再考虑了。幸运的话，如果它没有存货，那么我在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买到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就直接打道回府。所以跟随我的步伐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各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已经有人在排队等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麦当劳 Apple Store， 然后我刚问了店员，他说需要等待，然后在他做预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货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一等，应该很快就轮到我们了。反正这个人也不多，你可以看到也就大概比去年人还要少，只有去年一半我记得。所以我觉得不出意外哈，明年也能够买到我们想的。基础版肯定是有的，但是你要买的700多的应该是还是有点悬。其实应该有，应该会有个样本代表。行吧，拭目以待吧。So which one you need? The stainless. Stainless. Which color? If you're filming, I'll take that back. No, I just feel him only. What time do you want to do it? 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订好了我们的 Apple Watch， 然后我订的就是我要的那款，44毫米的 Gold Stainless Steel， 然后是运动表带，因为我已经买了那个金属表带，所以直接换上去。兄弟，你买什么？我买的是 stainless Space Black。兄弟真的真有钱，44毫米的。你买的是米兰尼斯表带，你知道吗？中文翻译叫米兰尼斯表带。你这个表带足足比我的贵了100磅。对，就是因为表带。行吧，我们这个 Apple Watch 买的非常少，买的人非常少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等到它开店时间是早上8点半，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去取钱。这样我们去跟去年一样去麦当劳吃个早餐，走吧。然后我们一会儿需要排队吗？还是直接把这个？不用啊，直接去就行了。啊，直接去哇！已经不用排队了，根本你看人超级少。行了，这个。行，一年也只有这一个时间。对。10班套没有人，基本上只有我们2个。I just wish I was buying me watch now. I kind of wish I could send the one I got home in the post back. 好，今天是我们买的一款 Apple Watch，它是一款无锈钢的，然后是44毫米的，感觉给人就是完全不一样，更加奢华一点。现在咱们开始拆箱吧，特别激动。这是我第一次买 Apple Watch 然后对，就选了一款最顶配的吧，相当于。它那个表带是分开装的，然后我们看里面的构造吧，看就是很有质感，它是凸起的，摸一下可以感受到。掉下来了。是用这个很精致的这个套子包起来。很不错啊，这个很有新意，然后很高品质啊。对，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角，44毫米的这个不锈钢的，记住是不锈钢的然后太空黑是吧 ？Black Space 是吧 ？Space Black，Space Black， 这一款，然后特别棒。然后它的开机键是在哪边？能开吗？有电吗？对，有电。这就是100磅的米兰尼斯表带。我这款是849，对吧？然后我朋友，别管，这个已经可以了，开始配对了。今天我这一款就到这里，然后下面我再和朋友进行拍摄。期待啊！今天真的非常兴奋，因为终于拿到了 Apple Watch Series 4，这个是 Gold Stainless Steel， 就是黄金不锈钢版本。然后，因为黄金不锈钢44毫米，它必须使用的虚拟 SIM 卡，所以只能割肾买这个非常贵的了。然后你也看到，刚才我朋友开箱的这个是比我更高级，加装了米兰尼斯表带，多了100磅的。不过是 Space Black 太空黑，不是太空灰，是太空黑。我这款是金色，因为我第
Apple Watch Series 1我用的是银色 ，Series 3我买的是 Base Gray 灰色，然后这一款我想换个新颜色，所以就买 Gold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开箱吧。这款设计比较好的地方呢，全部都是纸质的包装，所以没有任何的需要撕裂的地方。你看，直接摄像机给个特写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直接特写啊，这个就是 Gold Stainless， 很棒很棒很棒。表带呢，直接买的是 Sports， 因为表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所以你可以后期直接换，所以我就直接买的默认。这一点跟 Series 4跟以往的不一样在于，它加装了一个类似于硅胶套一样的东西保护，前面3代都没有，只有这一代才开始有的。哦，当然，它也是一个指纹收集器。你看，我刚刚放一点，指纹就上去了。然后我们把这拿下来之后，我们先把它开机，让它开。这样的话，在开机的同时，我们可以继续的。行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不用读系列。这个是磁贴式充电器、充电线，然后还配套一个英国的大三角的转接的充电头。这2个跟以往都是一样的，就多个硅胶套。剩下的就是这个 Sports Band， 我们来开一下啊，感觉有点乱了，不过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你看。以往的就是至少我记得我第1代的时候，它只会配一条带，但之所以加装了这一条实际上是短一点，而且稍微细一点，就是为了给女生准备的。就女生想买大的，但是她手腕太细了，没有那么长，没有像男士那么粗，所以她可以直接选用这个，而这个就直接给普通男士准备的。把它取下来，开机真的很快啊，已经开好机了。然后把这个带子给装上。好的，这样，然后你看，然后它的二维码识别是最具苹果特色的，像这种染色体式的，这样的。好了。哦，其实我可以直接 restore from backup， 但是其实算了，现在如果我要 restore 的话，就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。我们直接 set as new Apple Watch， 然后戴在 left 左手。好，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直接戴上了。你知道这个苹果表带，其他从来没有表带这样设计，它就有点反人类。你看，我先得把它扣上，然后再把它插进去，就很奇怪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激活了。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大家你都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网上该有的你都可以看到。我只想说一下我比较喜欢想尝试的功能。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屏幕非常大了，所以可以展示更多的功能。其次有一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，终于可以实现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就是 walkie-talkie， 就是对讲机功能，可以跟我的好基友就是现在摄像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对讲机。但是今天我们就不会展示这个功能了，我们在后期可能会下次做一个视频来展示。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这次直接在 Apple Store 里进行这种开箱，然后可能会环境比较嘈杂，因为它放的音乐比较大，我就尽量用外录进行录音了。然后就这样吧，希望你们喜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